古代的青楼和妓院有多大？没点文化根本不让进。青楼一词原本代指豪华的精奢雅士，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指。《晋书·屈允传》中就说：南开朱门，北望青楼，南梁刘邈的诗云：娼妾不胜愁结树下青楼。这里的娼妾只是家姬的意思。曹植的《美女篇》也说：解问女安居，乃在城南端，青楼临大路，高门结众官。可见青楼的原意指的就是豪宅。在唐朝之前，青楼和妓院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唐朝的长安，宋朝的开封，明朝的扬州，青楼是很纯净的文化娱乐场所。经营青楼的人也都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，不然撑不住场子呀。这些经营者通过各种途径来搜寻才貌双绝之人为歌女来培训，做到琴棋书画歌舞弹唱无所不能。那个时候的青楼类似于现在的艺术演出团体，各地的花魁会受到明星般的追捧。歌女又叫商女，她们卖艺不卖身，她们只钟情自己心爱的人。比如苏轼的第3位夫人就是16岁的青楼歌女王昭云，因其天真烂漫，为人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后人为其立碑塑像。再顺便说一下，唐代边塞4大诗人在青楼饮酒，还留下了一段佳话。有一天，王之涣、王昌龄、岑参、高适相邀去喝花酒。那个年代歌女是诗词文化的传播者，4人就打赌看谁的诗被传唱的最多，说明谁就最厉害。结果呢，是王昌龄的诗唱的最多，然后是岑参的，再然后是高适。听了半天就是没人唱王之涣的诗。这一下这王之涣的脸上挂不住了，他就说前面那几位可都是胭脂俗粉，年龄太小，如果长得最美貌，年龄最大的女子唱的不是我的诗的话，我就跪地磕头拜3位为师。王之涣的话音刚落，那位最美貌的女子唱的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这4位诗人哈哈大笑，爽朗的笑声也惊动了演唱的歌女，便问不知客官所笑为何呀？这4位诗人分别做了自我介绍。众歌女一听惊喜万分呐，原来自己心仪已久的大诗人就坐在自己眼前，于是纷纷过来敬酒。这4位大诗人也是喝得不亦乐乎了。而至于这妓院的演变过程，与社会的贫富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。因为在康熙、乾隆之前的各个朝代，因为丝绸瓷器畅销全世界各地，中国稳居世界强国之列，于是这英国就使坏在中国贩卖鸦片，因此大量的真金白银流往国外。期间虽然清朝曾多次爆发禁烟运动，但最终还是屡禁不止。直到道光年间，有个大臣叫徐乃济，他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，说这个钱那不能都让国外人挣走啊，那就让我们老百姓自己种鸦片吧。于是国民种鸦片便公开化、合法化，中国社会开始全面走向衰败。原来清风正气的青楼不见了，被原来少之又少的妓院全面取代。妓院和烟馆就成了社会的2大毒瘤了。所以这青楼和妓院是有这本质区别的。而所谓妓女其实也指2类人群，一是歌妓，二是娼妓。歌妓、舞妓和妓女一般都是不卖身的，而卖身的被称为娼妓。当然也有个别的歌妓、舞妓既卖艺又卖身，不过这些人可都是稀缺资源，有真才实学的要价不菲。而个人呢，都是些达官显贵、风流才子。而纯粹做皮肉生意的地方呢，叫妓院，又称为窑子，档次非常之低。总而言之，青楼并非妓院，而妓院也不一定都是青楼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